係講網友嗱，Spaceship 終於第10次發射成功，係攞到好多階段性成果。咁係咪已經徹底可以運作呢？唔係嘅，仲有幾關要過。但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階段性成功，我會解釋俾大家聽。即係所以我話呢 Elon Musk 真係唔好去搞政治啲嘢。佢而家有啲政治主張仲係，我真係睇見搖晒頭。亦都唔好去惹 Donald Trump 嚇。你俾心機做你啲嘢啦，做你擅長嘅嘢啦。佢已經係人類自從工業革命以來最偉大嘅生意人，呢個 Elon Musk 冇乜邊個係可以喺咁多個 area 達成突破，賺好多錢而改變人類嘅歷史進程嘅，冇。Not even close。呢個華特嘅呢個蒸汽機，呢個 Henry Ford 嘅 Model T， 呢一個 Steve Jobs， 冇人可以接近到 Elon Musk 嘅成就。好啦，嗱，最後4日啊，370蚊嘅魚子醬，370蚊嘅魚子醬。呢一個係生蠔啊，48蚊就賣完嘅，冇嘅呢個係，不過賣完就停嘅呢個。呢個又差唔多賣完。益生菌又好搶手嘅，99蚊，紅心茶106蚊，鞏俐丸299蚊。呢個血壓計150蚊，好受歡迎嘅。呢個 Maserati 太陽眼鏡350蚊，你呢幾日好賣啦。呢一個維生素呢個110幾蚊，有100支喎。呢啲維生素係Starship 星艦喺26號晚間進行第10次試射，經歷過連續3爆之後呢，星艦呢次試射完成咗預定目標，最後成功返回去地球，喺海面上進行動力垂直降落測試，最後順利落入預定嘅海面。一個小艇記錄星艦落嚟嗰陣，呢個係10次嘗試以來最成功嘅一次試射，好多樣嘢成功。佢每次試射咧，大概需要1億美金度啦，10次試射使咗10億美金。咁呢啲咧，有啲咧就係 NASA 贊助，因為咧佢幫佢研究嗱。我首先解釋俾大家聽，點解呢樣嘢咁重要？第一，佢嗰個火箭咧係有史以來最重嘅。你知，如果你要真係去月球定居或者去火星定居發展嘅時候咧，你一定有足夠負重嘅嘢，可以將大量嘅物資運上去月球，然後月球咧向火星出發。佢呢支火箭有史以來最重。好啦，咁但係你話 SLS 都可以發展到嘅，長征5號都可以發展到嘅，但係唔係，個成本係點呢？佢係牽涉到咧射上去嘅1級助推火箭可以回收翻，然後咧呢個 Starship 上到上邊咧可以自己有足夠嘅燃料啊，喺上邊進入軌道嗰度運行。佢可以去到軌道運行咧，佢就可以去到月球噶啦。其實就係咁解，因為咧上邊冇空氣，冇呢個呢個地心吸力咧，需要嘅動能咧就好少嘅。其實就係，然後要喺太空度可以放衛星出嚟，仲未人做得到嘅，就係要喺太空嗰度可以補給，即係咧用第2個再射啲物體上去，令到佢嘅輔助多啲。最後呢隻 Starship 佢本身要可以落翻嚟回收翻，咁於是嗰個成本就大跌啦。呢個退太空每1公斤嘢嘅成本大跌，你就可以運數以千噸計嘅嘢上去月球，於是你搭到個太空站喺月球上面。呢個就係人類呢個唔可以人類呢個仲唔可以作星際漫遊嚇，但喺行星間呢個咁嘅漫遊就係爭幾步就完成。Spaceship 成功達到所有3個目標，包括猛禽發動機，
係3個重要嘅，就係11個節點，3個要點喺太空中重新點火，即係點講呢？即係嗰個1級火箭落翻嚟，佢就熱分離咗上級嗰個火箭上去啊，嗰個 Starship。嗰個 Starship 咧，如果喺太空入邊咧，佢再次點着佢個 engine。好啦，喺太空重新點火，然後裝到嗰啲 payload 上去，放咗8粒衛星，然後呢一個 Starship 係可以垂直落翻嚟。嗱，呢3步最關鍵性嘅做到。呢一個喺呢度發射上嚟，1級火箭分離咗，1級火箭落翻嚟，然後隻 Starship 繼續上去發射咗啲衛星出嚟，然後轉落嚟，垂直落翻嚟，落去印度洋，垂直落翻嚟，唔係失控嘅，垂直落翻嚟。成個過程正式點火升空，嗰個壓力去到最大，33個呢個 Merlin 引擎呢個係然後嗰個助推器同上級火箭分離。嗱，呢個好幾次都死喺呢度，點解啊？因為佢要喺上面點火咧，呢個上級火箭裝好多燃料，呢個咧就好危險嘅呢件事係。好啦，助推器翻嚟，嗱呢次就冇試下用筷子去夾，應該原理上呢個助推器翻嚟呢個筷子就夾住佢，然後上級火箭咧再用動力推上去個軌道上面，再向前飛行。喺次軌道，今次係次軌道唔係人去到同步軌道，完成放一啲模擬衛星出嚟，上級引擎又再啟動，開始落嚟。好啦，咁樣落嚟嗰陣時咧，會唔會被摧毀咧？因為落嚟嗰陣時咧，去到2-3千度咁熱嘅，呢個2-3千度咁熱啊！結構同埋熱盾回傳資料，最終受控 splash down 垂直落水面嗰度。呢個就係今次做嘅嘢。我俾大家睇啲畫面欣賞下。呢個係發射上去，哇！呢個係100幾尺、10幾層樓高啊，20層樓咁高嘅火箭。呢個係呢個雄姿即係人類嘅奇蹟。呢個一路射上去，然後呢度開始呢個火箭尾開始分離，然後呢個就打開個機艙，將啲衛星咧可以射到出嚟。呢個係，然後翻落嚟。呢個級間分離，呢個叫熱分離。點樣可以喺上級火箭有好多燃料之下，可以熱分離？即係咧，仲係點緊火嘅時候分離，就唔係冷分離。上咗上面分離就唔係熱分離啦。點火程序同控制，上級引擎再發動，熱防衛機制翻嚟嗰陣時候，係受邊啲地方受熱，佢拆咗啲防熱瓦，等佢睇到邊度係最熱嘅，其實係釋放呢一個係衛星上去，收集過程中遙測影像工程數據，攞晒所有嘅數據，然後助推器同上級翻去落嚟，呢個測試要點？呢啲嘢都成功咗發射點火，層級分離，呢個 loading。引擎再啟，再翻嚟，呢個就係未來有4大決定性嘅指數嘅。第一，助推器要射翻嚟嘅成功好高，成功率一定要高過80%，咁係商業化嘅門檻，即係咧10次有8次嗰個助推器都翻到嚟，咁於是一個助推器就可以用好多次，呢個就慳好多錢，呢個就係。熱盾多次循環耐久同每次維修成本，翻落嚟嗰陣時候，你嗰個結構會唔會散咗？嗱，呢個你頂唔頂得住？第一就係咧，佢係要可以用多過5次嘅呢一個嗰啲嘅火箭能夠呢個 Starship 可以支持到5次。
而維修翻佢，整翻佢再射上去，少過20%。如果唔係咧，冇意思嘅。成支嗰陣時太空穿梭機啊，就係翻嚟整翻佢再次發射，個成本太過貴，等於做部新嘅咁滯，所以只係能夠得20%。上級在軌道加注示範未成功，即係點啊？即係射咗嘢上去，再射第二支上去，增加佢嘅 loading，等佢可以飛向呢個月，裝多啲嘢飛向月球，即係更多火箭將啲嘢擺上去，將啲附屬擺上去，然後等佢飛去月球或者火星。Turn around time 同單次邊際成本要好快能夠再射上去，呢個就係於是每次嘅成本咧就好平，其實就係咁解。呢次成功對 Starship 未來有咩影響呢？呢個就係短期內市場情緒、政府信任回升，大型客戶訂單多，商業合同要睇下回收嘅樣本數。嗱，佢主要咧呢一個咧就係咧，如果唔計去月球同埋火星咧，就只係得一個客嘅啫，就 NASA。但係射衛星上去咧就係好多個客噶嘛。呢一個射咗上去，證明 Starship 可以放到啲衛星出嚟之後咧，射衛星嘅成本跌剩25% 啊 ，instead of 猛禽9號。中期如果回收同熱防護達到可預測性咧 ，Starship 就壓低咗成本。哇！加速佈置星鏈，犀利咯，100幾噸，你可以放幾多個星鏈上去？一次放100幾200粒衛星出界，你點頂啊？呢個同商業星座建設，如果你做唔到咧，競爭者可能搶你啲合同啊。長期要喺軌道度能夠補給，如果實現到咧，就可以去月球、火星啦。建立呢一個基地啦，好啦，過去失敗理由過去經常失敗，熱分離嗰個係好大困難嘅，呢個係你射緊下邊仲有火箭，喺呢個時候你要分離，而上級係有好多燃料嘅，呢個係好危險，呢個就係呢個其中一樣嘢，地面測試。有時都唔成功，呢個喺地面測試點火核，有時咧都係唔穩陣。好啦，載荷佈置失敗，因為載咗重嘢喺上邊，包括咗燃料同埋啲衛星，結果上邊控制唔到，單一小事故穿透咗體系，造成全局失敗。呢個就係上級發動機提前關閉，接近再入軌道嗰時咧，姿勢崩潰，上級解體呢個熱防護嗰個磚跌落，於是嗰個 Starship 就回收唔到，助推器回收失敗，嗰個筷子夾唔到佢，冚唪唥呢啲嘢咧，就以前就係咁失敗。你睇佢做咗10次，佢不停失敗嘅。2023年4月20號第一次，呢個同呢個咧隔7個月呢個同呢個隔4個月3個月呢個4個月佢越隔越少嘅。呢一個10月、11月，呢個1月2個月，即係3月、5月、8月，開頭隔好遠嘅，後來咧越嚟越快嘅。第一次呢個失敗，整合飛行，即係成套嘢飛啦。4分鐘出現控制問題。第二次佢其實我仲記得佢嗰次係點嘅？佢係唔係所有引擎都着到嗰30幾個引擎有5、6個着唔到，飛得更加高達8分鐘嗰時爆炸，攞到啲熱分離嘅數據好啦，第3個呢個階段性成功啦，做到分離啦，呢一個係做到分離啦，係分離到啦，上邊一橛，下邊一橛，
呢個但係翻嚟嗰陣時咧，兩個都解體，累積入熱防衛助推器開始嗰個助推器開始回歸到翻嚟，好多個只係攞到證據，第4、第5次、第6次呢一次我記得係個筷係翻嚟俾個筷子夾到嘅，呢個夾到嘅，但係每次咧都係咧上級火箭分離到啦，上級火箭因為裝好多燃料，成日都解體控制唔到，呢2次都係上級火箭控制唔到，助推器就用筷子夾到。上次試驗操作發生推進洩漏失敗，最後係炸咗嘅呢個自己。今次同一任務完成，呢個乜嘢都示範晒，呢個就係好啦。跟住落嚟係點呢？樂觀嚇，最樂觀6至12個月就已經可以發展成為大規模低成本發射平台。哦，犀利啦！支持星鏈1年內嗰個射1公斤嘢上去幾多錢呢？呢個 SLS 即係波音同埋呢一個NASA 做嗰個咧係2萬蚊美金度，中共做幾錢呢？7000蚊美金度。佢而家呢個用猛禽9去做咧，佢大概咧呢個7000蚊係大概3000蚊美金度。Starship 成功咗700蚊，係大陸價錢嘅1/10。我問你大陸點？而且因為佢係咁重啊，可以裝100幾噸啊，一次裝好多粒衛星上去，好快佢嘅衛星就有幾萬粒，呢個征服晒呢一個電信。而呢，向月球火箭進軍，你能夠一再使用啲火箭將咁重嘅嘢射到上去呢，你梗係成功啦！呢個就係最樂觀嘅。好啦，中間1至3年部分功能可以做大型有限重複任務。呢個就佢咧就用呢隻箭做呢個大型嘅，然後 Falcon 系列咧就中小市場。呢個係樣本數不足，整體成本未曾跌到咁得人驚。悲觀呢個係繼續係做緊試驗啫。呢個因為法規環評削弱信任，呢個悲觀就係咁樣。不同於傳統航太嗰種謹慎設計嘅 SpaceX 咧，係由得佢錯嘅喎，喺失敗中咧不停改進。外間質疑佢可靠性，我講俾你聽 Blue Origin 射一次要幾年嘅，但呢個模式帶嚟領先地位，佢不停容錯。反觀中國嘅探月計劃同歐洲太空嘅穩健策略咧，好少公開爆炸，但係進展非常緩慢，因為佢每次都係試好多嘢，試到好準先至射一次。下一步 SpaceX 一定要實現喺軌道加油同補給，啲人學我講，即係喺太空度進行補給，於是個 Starship 就可以飛向月球。呢個係邁向火星同更遠深空任務嘅基礎能力。如果冇辦法在軌補給呢， Starship 只可以喺近地軌道而且仲要展現短時期可以多次發射。你唔係100幾噸上去就得，你要幾千噸，你要射好多次，以支援在軌加油同大型任務嘅需求。我都話呢個成功咗呢，佢係可以將乜嘢射上去呢？佢係可以將一個核電站、迷你核電站射上去。嗰個迷你核電站呢 SMR 呢就可以射激光喎。哇！一支如果喺幾百公里，你知啦，喺太空中呢冇啲微塵呢，激光呢係個能量唔會衰減噶嘛，係可以截擊晒所有來犯嘅導彈。我話俾你聽，幾粒衛星啫，幾個核電站喺太空，加埋啲發射機制啫，就已經可以打晒你全部導彈。Starship 對 SpaceX 嘅商業模型至關重要，巨大嘅運載能力，降低單位成本，最主要就係150噸嘅運載力。
如果上去太空唔翻嚟呢，就可以去到200噸添。同埋為星鏈提供更快嘅建設。佢而家有8000粒衛星，總共呢太空有位咧係4萬粒啫。如果大陸霸咗6000粒，但係大陸呢再1年內射唔到上去呢，佢就棄權噶咯。咁呢個完全俾 SpaceX 霸晒天空呢啲衛星位置。長遠嚟講，等 SpaceX 喺全球通訊取得更強勢地位，為超高速網路通訊開啟新局。我話俾你聽，所有城市以外嘅冇人再鋪光纖，全部行呢啲衛星，全部行呢啲衛星。所以 SpaceX 最大嘅商業價值唔係在去月球或者火星嗰啲咧，係做嚟玩嘅啫。真正佢係會取代晒大部分嘅電信嘅能力，喺城市以外都係行佢嘅。好啦，佢有咩對手咧？我哋睇下 Blue Origin 呢個係佢大概佢呢隻嘢咧，呢一個 SpaceX 咧150噸至200噸啊，個載重啊，佢45噸，佢咧已經可以射到上軌道，但係未能夠收翻嚟。United Launch 20至30噸，呢個係呢個好貴嘅，呢個係。好啦，呢隻就係阿里安，呢個係歐洲嘅，有排都未搞，歐洲就係中國航天長征9號係100噸級嘅。嗱，佢呢個唔知幾時試，佢試咧佢射到上去咧唔奇嘅，佢射到上去唔奇嘅，但係佢係貴過 SpaceX 好多。於是你就好蝕底，即係咧人哋可以射無限量嘅衛星上去，你要截擊佢咧，你付出嘅代價比佢更加多。呢個 Rocket Lab 點解我唔買 Rocket Lab？Rocket Lab 係射8至15噸啊，係好細嘅，而且非常昂貴。呢個係非常昂貴。呢一個都係啦，呢個就係 SpaceX 自己 Falcon 9、Falcon Heavy、Falcon Heavy 咧就冇咁大嘅衛星。Falcon 9咧呢一個 SpaceX 咧係更大啦。咁但係 Falcon Heavy 同 Falcon 9咧已經非常成熟，可以1年射100幾次上去嘅。呢個係嗱，今年嘅月餅已經大減價㗎啦嚇，金沙奶黃月餅198蚊，10幾年未試過咁平，而且好食啦。白蓮蓉188蚊，呢個迷你開心果麻薯月餅248蚊。你而家買得多呢，就仲有嘢送。嗱，如果你買咗2-3盒呢，你買夠5盒可以改單，送一個70蚊嘅沈家花生3星葱俾你。你補夠10盒呢，就送個麻豆文蛋柚俾你，6至8個。你揾埋幾個朋友夾埋買咪得咯，唔使買沙田柚，佢有6至8個，你3家人買10盒，咪唔使買沙田柚咯，係咪？20盒送魚子醬添，仲犀利。呢個呢就係俾你哋呢啲同事啊或者親戚呢夾埋半團購。你以前買咗幾盒唔緊要，你加幾盒你就有得送噶啦，可以改單嘅。我歡迎大家改單嚇，大家快啲買多啲月餅。係個網友呢個中秋節就嚟到，呢次呢，我係嚴令蕭太全台灣去刮最有特色嘅手信，你哋真係要睇下，係非常有心機，香港做唔到嘅呢啲嘢嚇。呢個就係首先就呢個全木盒嘅2層嘅嚇，仲有個蓋。呢個呢就叫做霧月4味木製雙層禮盒，咁佢上層呢就有乜嘢呢？就有經典原味嘅蛋黃酥，呢一個倍香烏龍蛋黃酥、肇慶醉月蛋黃酥、吉香霧月蛋黃酥，我係偷食過，係好食嘅。我話俾你聽，嗰啲鹹蛋黃呢就好靚，哇！真係有酒味，肇慶酒嗰個有酒味。下層係乜嘢呢？就係赤春蘋果酥、元冬伯爵酥、情味最貴重、黑胡椒小杏仁嘅小餅，
夾埋晒成個質感。呢個就係好大嘅盒啦，2層啦，就係呢啲餅咧就好食嘅。咁呢個就係第一樣，咁就係3550蚊嚇，即係800蚊度。呢個係好，你攞俾人真係好名貴。好啦，第二樣啦，就係呢個啦，呢個大和3月嘅嚇9宮格洋果子禮盒。呢個就係日本味好濃嘅嘢。呢個就係金白蛋黃酥、原味曲奇、黑騎士可可曲奇、宇治抹茶曲奇、綜合莓果曲奇、千層黑蝴蝶酥同原米茶，係獻上9宮格嘅精緻心意。全部係有金箔蛋黃酥、手工曲奇、千層蝴蝶酥、日式原米茶。金箔蛋黃酥呢係用日本入口嘅可以食用嘅金箔點綴嘅，配搭綿密嘅萬丹紅豆餡同4重雞鹹蛋黃，千層酥皮酥金黃，演繹奢華同埋傳統嘅極致。呢個就係呢一隻。我未見過咁嘅嘢嘅海鮮瓷磚餅5片係乜嘢嘅呢？嗱，呢個嘢呢我都未食過啊，係獲選113年台南好禮嘅海鮮瓷磚餅。嗰個蝦味呢係用台灣本地嘅無毒白蝦，將成個蝦壓咗落嗰個餅度。我未食過咁嘅嘢，咁特別嘅嘢嘅。食落去呢個蝦味係好強烈嘅，呢個係完整將嗰個鮮蝦釀入個蝦餅度，台灣獨一無二。香烏原子味呢就係呢款入邊最珍貴嘅限量口味。呢款蝦餅融入咗米香同烏魚子嘅獨特風味，米香嘅淡雅同烏魚子嘅鹹香呢完整結合，有唔同嘅口感嘅。好啦，咁呢個呢就蕭太叫我特別介紹啊，再三介紹，好抵好抵。阿嫲珍藏呢個御璽珍藏禮盒啊，因為佢1680蚊啫。大家睇見連埋個盒咁大盒，係2層嘅，係有烏豆沙蛋黃酥9粒、鳳凰酥5粒、原味豆塔5粒。產品特色係精選呢個車城紅仁鹹蛋黃，減糖嘅，唔係咁甜嘅，烏豆沙內餡，少油，美味不打折扣。呢個係咧非常抵嘅，1680蚊啫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就到日出嘅產品啦。嗱，呢一個咧就叫做日出鮮得月禮盒，係好靚嘅個盒係。棗泥蛋黃酥套裝係土鳳凰酥6粒，綠豆餅4粒，棗黃蛋黃酥6粒。好靚，呢個1980蚊台幣。呢個就係跟住落嚟呢一個啦，呢啲咧係假嘅，呢啲因為大部分俾我食晒，呢個剩翻少少喺出邊。我好中意呢個裕福牛肉乾隨手包，因為佢一包包啊，細細包啊，咁你咧就好乾淨，每次食一包就有辣味啦、胡椒啦、五香牛肉乾啦、豬肉絲啦，各5包，總共20包。嗰陣時咧攞住個袋，呢個就係來自澳洲特約嘅牧場牛肉同台灣豬喎，配上自然健康嘅新香料呢個兼顧健康嘅。咁好啦，聖保羅啦，呢個聖保羅唔使講啦，聖保羅我哋買咗好耐噶啦。雲霧茶酥煙葱卷禮盒，係入邊有乜嘢啊？茶酥3個，呢個煙通卷咁樣捲埋嘅6個，豆塔4個，仲有呢一隻好名貴包裝嘅好靚嘅茶葉，係攞獎嘅台灣4季禮讚茶葉禮盒，4種非常漂亮。阿里山烏龍1個，阿里山金萱1個，凍頂烏龍1個，東方美人1個，4款經典嘅台灣茶，設計雅致，包裝有雅致嘅包裝，堅持茶葉嘅品質，榮獲日本2018年世界綠茶大賽最高金獎。好啦，咁呢一個就係佢呢個2盒呢個茶葉加呢個微熱山丘嘅蘋果酥，呢個2盒茶葉，你覺得唔需要咁多茶葉，就配微葉山丘
6粒呢個蘋果酥，蘋果酥係好好味道嘅，蘋果酥係加埋阿里山烏龍一個，阿里山金萱一個，1780蚊台幣呢個。